今天是哪天啊2025年10月20号啊。今天是共产党的四中全会啊。可是呢，也是呢，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的难日，知道吧？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袁成。中共四中全会刚在北京开幕，整个中国却静得出奇，没有掌声，没有画面，没有会场镜头，官媒集体沉默，军方连传人事震动，一场被称为例行的会议，却被外界形容为前所未有的敏感时刻。网络最新爆料，习近平将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由张又侠接任。同一时间，9名上将被开除党籍，军委仅剩4人，5大战区暂时由副职代理，军中权力版图正在重整。而就在深夜，新华社突发长文，20多次重复以习近平为核心。评论界一句话点破，这不是歌颂，而是掩埋。中共四中全会没有声音，因为真正的声音正在幕后酝酿，而这场静默的震动可能正在改变中国政治的走向。2025年10月20号，中共20届四中全会北京开幕。按照惯例，这样的中央全会通常会在当天由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联播集中报道，并配发会场画面和讲话摘要。然而，截止到当天晚上，官媒仅发布了一条只有100字的新华社简讯，只说习近平做工作报告，连张配图都没有。更为罕见的是，当晚的新闻联播也没有报道四中全会，仅在最后的国际新闻部分以几句带过，说国际社会关注20届四中全会，期待会议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稳定与信心。整档新闻联播没有出现中共四中全会的画面。这样一场被称作定调国家未来5年发展方向的会议，官媒的沉默格外刺眼。往年同类会议第一天就会有新闻联播、会议画面、会场特写、领导人讲话摘要，如今只有寥寥数据，无图无声，让人难以判断是信息管控到了极致，还是高层局势异常紧绷。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当天同步发布通稿，强调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制定“15+5”规划，提出要总结“十四五”时期的历史性成就，并部署未来5年的高质量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并多次出现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这一表述，显示中共正试图在经济放缓和高层动荡之际，强调政治忠诚和权力集中，以塑造稳定的对外形象。然而，这样的主旋律叙述与现实数据之间形成鲜明反差。国家统计局10月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仅微涨 0.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则连续第17个月下降，显示通缩压力仍然没有缓解。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 9.2%， 地方债务风险持续积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月更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也下调了中国2025年经济增长预期，从原先的 4.6% 调到 4.1%， 并警告内需疲软和债务扩张正在抑制复苏动能。在这种背景下，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仍以高调宣传稳中向好、新质生产力，显然是一种信心工程，是一种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的行动。但真正让舆论震动的是新华社在0点19分突发的一篇深夜长文，砥砺奋进的“14+5”，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文几千字，几乎每一段都环绕习近平展开，反复出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20多次，把过去5年的经济政策包装为伟大奇迹。然而，现实经济的低迷和财政紧张与这份深夜颂文形成强烈反差。熟悉中共宣传节奏的分析人士指出，如此反常的发布时间并非偶然，这更像是一场临阵维稳的政治补丁。新华社此举既是对外展示核心稳如磐石，也可能是为习近平未来有序退场提前铺设的政治缓冲。这篇午夜文告的出现被外界解读为中共宣传系统一次临阵维稳的政治补丁。独立学者方源指出，在中共政治语言体系中，当一个领导人被以极高的频率歌颂，他的名字被植入几乎每段文字时，
往往意味着他已经进入总结阶段。这与毛泽东、华国锋、江泽民在卸任或失势前的宣传节奏高度相似。另一位评论人周晓辉则认为，新华社的深夜发文和军报前一天的社论形成呼应，前者为习近平在经济领域涂脂抹粉，后者则在军中切割责任，两者共同构成了一种政治过渡语言，既维持体制表面稳定，又暗示新的权力分配已在进行。他指出，这种文风不是颂扬，而是送行。而独立评论人岳山则认为，新华社的这类通稿往往表面是在吹捧核心，实则暗藏讽刺，属于典型的高级黑。文章把一切成功归功于核心，而把经济下行、债务膨胀等问题归咎于地方执行不力或国际环境不佳。这种功劳全归上，责任全往下的写法，表面是在抬高，实则在切割，也在无形中暴露权力体系的脆弱。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我们很多人为了保护牙齿，天天刷牙2、3次，可是眼睛的保养更重要，因为牙掉了还能植牙补救，视力真伤了就麻烦了。从早到晚盯屏6到8个小时，感觉干涩、酸胀、背光、眼压紧绷，您是不是也是这样？我劝大家，眼睛越早护理越好，越省心。推荐给大家一个小东西，一个非常好用的冷敷眼贴，贴上去大概3分钟，我就明显感觉眼睛放松下来了。这个眼贴里面有3种植物萃取成分，贴上去清清凉凉的，可以帮你缓解蓝光带来的压力，维持泪膜滋润。有86%的人反馈使用后更放松、更滋润。那么怎么用更到位呢？如果你是日常保养，可以每周2到3次给眼睛做个小 SPA。如果眼睛已经明显干涩，或者是最近用眼很多，可以增加使用频率。白天用2到4片，分时短贴，晚上6片，连贴6到8个小时，睡一觉。这个眼贴在工作、睡觉时都可以用。我很多同事就是直接贴着工作，一开始会流泪，试用后就可以了。用完撕下来，不扯皮也不花妆，每天不到半杯咖啡的钱，就能给眼睛一份长期守护。需要的朋友就点击下面的链接，输入我的优惠码大10局，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好，我们回到正题。从更广义的角度看，这篇午夜惊魂稿也映照出体制自救的矛盾。官方越急于塑造胜利和稳定的幻象，就越显露出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中共4中全会的真正议题或许并非经济规划，而是如何在一场无法公开的权力交替中维持秩序。不过，多家国际媒体指出，本次4中全会虽然名义上聚焦经济规划，但会议真正的政治意义远超经济范畴。多数观察人士认为，这场闭门会议的核心焦点是在内部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如何在高层权力和人事布局上达成新的平衡。换句话说，在中共刻意营造的宏大叙事背后，一场更深层次的政治戏剧正在背地里上演。就在中共4中全会开幕当天的清晨，前海军司令部中校参谋姚成在 X 上抛出一则惊人说法：习近平将在此次全会上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由现任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接任，而胡春华和刘振立将同时出任军委副主席。姚成指出，军方内部长期对习近平执掌军权的不满不断积累，过去2年频繁的人事清洗、装备系统和火箭军高层的密集落马，使军队对高层政治的不确定感达到顶点。姚成声称，从他掌握的军中信息来看，军方给了习近平很大的压力。习近平本人也知道，他如果继续担任军委主席，军队上下对他都很反感，他将无法调动军队，直接危及共产党的政权稳定。因此，习近平选择以退为保，辞去军委主席，跟反习派做个交易，以换取在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层面的留任空间。稍早前，各军兵种的领导班子正在紧锣密鼓的调整中，5大战区实际上已经进入休眠状态，5大战区司令都已经不在位，包括东部林向阳、南部吴亚楠、西部王海江、北部黄明，中部是副司令李志忠代理善后工作。5大战区撤销基本已成定局，要恢复几大军区现在还不得为之，需要等到4中全会后的军委扩大会议方可知晓。姚成说，
部分战区目前由副司令临时主持日常事务，正式任命要等中共四中全会之后，由军委扩大会议统一决定。目前这些消息还无法得到证实，但姚成的爆料并非空穴来风。就在中共四中全会召开的前3天，中共国防部宣布何卫东、苗华等9名上将被开除党籍和军籍，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9人中8人为中央委员，其中多位曾经被视为习近平在军中的核心支柱。从火箭军系统接连被清查，到军委班子减员，再到何卫东、苗华等高层被连根拔起，这场史无前例的整肃，使中共军权结构已经出现罕见的断层，也为关于军权易主的传闻增添了新的注脚。无论姚成的爆料最终是否属实，它都折射出一个共识：军队的重组正成为中共四中全会最敏感的潜台词。在外界传出高层人事调整的各种版本之际，摆在中共眼前的现实问题，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组织难题。在中共四中全会召开前夕，军方9名上将被开除党籍军籍，其中8人身兼中央委员，再加上此前被罢免中共人大代表职务的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部长张林，被双开的农业农村部原部长唐仁健，山西原省长金湘军，以及去年12月非正常死亡的海关总署署长于建华，至少已经有12个中央委员席位出现空缺。根据中共党章规定，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如果被开除党籍，其职务需要由中央全会追认撤销，并由候补委员依序递补。然而，这一次的问题在于，被撤的多数来自军方系统，而候补委员名单中军方人员有限，出现了无军可补的制度性空白。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世指出，按现行规定，递补应该按照候补委员排名的顺序进行，但接替落马将领的现任军中主官往往并非候补委员，因而无法依法递补。这意味着军中关键岗位将长时间处于有人履职、无人入中委的尴尬状态。沈明世形容，这样的结构性空缺可能持续到下届党代会才能正式弥补，这将造成党内和军内之间的双重真空。与此同时，军委的重组也陷入僵局。随着何卫东、苗华、李尚福等人相继出局，7人组成的中央军委如今仅剩4人，军委副主席职缺是否递补，国防部长董军能否进入军委，都成为政治敏感点。外界分析认为，如果在四中全会上贸然任命新人，将被视为权力再分配的信号；如果暂缓任命，又会被解读为体制瘫痪的迹象。政治观察人士指出，这一系列空缺和延迟反映的并非单一的人事问题，而是中共体制长期以来对权力高度集中依赖的后果。当所有任免都必须上报核心批准时，一旦最高层出现争议或者调整，全局立即失衡。就在军方大整肃和人事真空的同时，中共宣传系统在四中全会前后异常活跃，军报、新华社、人民日报接连刊发社论，反复强调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并把9名落马上任定性为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信任，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在表面上看，这是一场由习近平亲自主导的政治清洗。支持这一观点的观察者认为，这一轮整肃显示习近平依旧牢牢掌握军权。他们指出，整肃行动以反腐为名，实则在军中拔除潜在异己，是习近平借四中全会重新稳固个人权威的举措。部分亲北京学者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军队腐败是必须清除的毒瘤，整肃既能清理旧势力，也能为下一阶段军事改革扫清障碍。但另一种声音则认为，习近平或许已经被迫让权。持这种观点的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此次整肃真是习主导，本应伴随权威性的军委调整和政治仪式化表态。然而现实中，整肃后军委层级出现真空，军中无人宣誓效忠，这种异常沉默反而说明习近平已经失去主动权。他们认为，这是军方在元老体系的主导下对习近平集团进行有序接管，从军队反腐到地方换人，再到舆论收紧，种种迹象都显示，习近平可能仍然坐在主席台上，但是已经无法左右军政的实际进程。
还有第三种解读，把这场宣传攻势视为一种高级黑。独立评论人岳山指出，军报的社论看似在为习近平切割责任，实则在抛出昏君形象。他援引中共自家媒体的报道回溯，20大时，新华社曾经说，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把关20届两委人事。如今，军报却又说，这些人信仰坍塌、忠诚失节，这等于直接否定习近平的识人能力。岳山认为，这种表面拥戴、实则讽刺的文风，是中共宣传系统的政治缓冲，既给习近平留表面光环，又暗示他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多家外媒也注意到类似现象。路透社指出，四中全会前后，官媒反常高频出现核心一词，反映北京方面正试图以忠诚叙事掩盖内部裂痕。也有观点认为，这种密集的宣传攻势更像是一种政治止血措施，用以维持全会期间的表面团结。综合来看，这三种解读，习在清洗、习被架空、高级黑，各有逻辑依据，却共同指向同一事实：军队和政权核心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动荡，而中共喉舌的每一次表态都已经不再只是宣传，而是政治本身的一部分。从官媒罕见的沉默，到新华社的午夜长文，再到军队高层的连环震荡，都指向同一个事实：这个政权正在以最紧绷的姿态维系表面的稳定。每一处细节都在透露，中共高层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重组。这种重组可能还没有到权力公开交接的阶段，但各种迹象显示，实质性的权力再分配已经在暗中进行。无论中共四中全会最终如何定调，经济规划只是舞台布景，真正的剧情在幕布之后。这一刻的北京安静的异常，而在沉默之下，中共政治的权力棋局或许已经悄然进入最后一盘。这里是大师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